第50章帮。望着拿着功法行出小房间的萧炎，虚儿摇了摇头，只得无奈地轻声道：姑且相信你吧。行出房间，萧炎瞧着附近那些依旧还沉浸在震撼中的族人，轻耸了耸肩，带着虚儿出来之后，两人这才闲庭信步地走出小道。因为距离2个小时还有不少的时间，所以萧炎与虚儿也并不急着出去。斗气阁平日属于禁地，今日难得有机会进来，四处看看也好满足一下好奇心。在即将出火道之时，虚儿随便进入了锁小房间，取了一卷黄阶低级的斗气功法，然后陪着萧炎走进另外几条属性道。今天的斗气阁无疑是他几年来最热闹的日子，每条属性道之中都是人头密布，一个个脸色激动的涨红的族人奋力地攻击着光幕，少年的欢喝声伴随着光幕的破碎不断响起。在这般的氛围感染之下，萧炎的小脸上也是一直挂着淡淡的笑意。再次走出一条小道之后，萧炎算了算时间，伸了一个懒腰，对着身旁的虚儿笑道：走吧，时间快到了。无所谓的点了点头，虚儿跟着萧炎转过一条小道的转角，然后径直对着斗气阁之外行去。转过小道，萧炎眉间忽然一挑，在两人不远处，身着红裙的萧妹正急得俏脸涨红的在一道光幕面前不断转悠，看她的模样，似乎是想得到里面的功法，却又没能力打破光幕。今日的萧妹身着一件娇艳的红衣裙，略微紧收的裙带将那盈盈一握的柳腰完美的勒线而出，前凸后翘的动人曲线极为诱人。此时那张清纯与妩媚交集的俏脸正被焦急所覆盖，柳眉紧蹙的可爱模样让得周围的少年几乎有种为之献身的冲动。萧妹现在的心情很糟糕，简直可以用心急火燎来形容。今天在进入斗气阁之前，她的父亲就暗地里偷偷告诉了她一个房间号码，特别叮嘱一定要得到其中的功法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她费尽心机与口舌才从斗气布置人员那里得到的消息。她相信，只要萧妹能得到这黄阶高级的风属性功法，一定能够在斗气修炼的起跑线上领先别人。然而萧妹的父亲虽然得到了确切的房间号码，可却是忽略了房间护照的强悍程度。自从先前萧妹找到此处时，已经努力了将近1个小时，可依旧未能将之打破。虽然也有着别的族人因为垂涎自己的美貌而想要帮忙，可这种护照只能一人单独击破，如果人数一旦超过了2人，护照也会随之变强，到头来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现在2个小时的时间即将完毕，如果再不能将护照打破，那萧妹就真的什么都得不到了。一想到没有斗气功法的后果，萧妹那妩媚的大眼睛中就是忍不住的浮现点点水汽，楚楚动人的模样，惹人爱怜。略微带着雾气的目光在周围的少年身上扫过，萧妹苦笑了一声，摇了摇头，美眸却是骤然一顿。不远处，双手抱着后脑勺的黑衫少年正淡然地行来，抽了抽挺翘的玉鼻，萧妹刚刚绝望的心又是悄悄地活络了起来，抹去即将掉落的泪珠，贝齿轻咬着红唇，可怜巴巴地望着那走过来的萧炎，希望他能够帮自己一把。周围少年望着萧妹这模样，都是顺势移动目光，最后停在了缓缓走来的萧炎身上，嘴上的窃窃私语逐渐地弱了下来，视线中略微掺杂着敬畏。一时间，原本喧闹的小路顿时安静的鸦雀无声。在小路上几十道目光的注视下，萧炎小脸平淡，径直走来，然后目不斜视的与欲言又止的萧妹擦肩而过。微微张着红唇，萧妹望着那没有理会自己的萧炎，在愣了一会之后，美丽的小脸上拉起一抹自嘲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想起自己这几年对待萧炎的态度，刚刚那升起的一抹怨气也是逐渐的消散。哼，这也算是报应吧，我还真是个讨厌的人，自作自受。缓缓地蹲下身子，萧妹香肩轻轻地抽动着，有些压抑的轻气声在安静的小路中呜咽响起。望着犹如被抛弃的小猫一般蹲在地上的萧妹，周围的少年都是黯然地叹了一口气，微微摇头。蹲在地上正在轻气中的萧妹忽然察觉到周围的气氛有些不对，缓缓地抬起哭得梨花带雨的俏脸，却是一怔，面前那本来已经远去的少年却是反抱着后脑勺慢吞吞地走了回来。
让开！瞥了一眼楚楚动人的萧妹，萧炎淡淡的道：啊，哦，又是一怔。旋即萧妹终于回过神来，俏脸浮现喜悦，乖乖的让了开来。在众人那好奇与欣慰的注视中，萧炎走到光幕前，伸下手掌轻吐了一口气，身子略微寂静，瞬间后犹如奔雷一般乍然而动。萧炎身子一个急旋，又脚猛地鞭甩而出，裤腿都在此刻发出咔咔的破风声响。砰！一脚狠踢在光幕之上，涟漪急速扩散，最后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砰然爆裂。保持着甩踢的姿势，萧炎缓缓地收回脚掌，扭了扭脖子，平淡地转身走向远处的轩儿。表哥，谢谢你，对不起。萧炎从身旁走过，萧妹声音怯怯的道：瞥了一眼这终于失去了傲气的少女，萧炎这才淡淡的点了点头，然后在一干少年那崇拜的目光中消失在小路的尽头。